你们知道艾尔不得4字的背后有着怎样凄美的爱情故事吗？他曾是隐居于后山的一只狸猫，却因为城市中顽劣孩子的肆意猎捕，从此便失去了可以隐居的栖身之所。大雄作为弱势人类，天生便对弱小的生命心生怜悯，想将自己省下来的粮食赠予狸猫。可作为睡在同一屋檐下的伙伴，小多拉又怎会看不出大雄的奇怪之处？他跟随大雄来到后山的隐蔽之处，痛斥着他投喂野生动物的恶劣行为。可当他看到那张萌萌的脸庞，还是不经意间展露出自己的善意。这是两猫的第一次相遇，而狸猫也用示好的俯蹭，希望自己可以在小多拉的时光中留下痕迹。两人为狸猫取名梨子，而梨子也用笑容接纳了这个爱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那些恶意捕猎的顽劣少年再次归来。为了保护这个被吓到瑟瑟发抖的初见伙伴，小多拉将一片伪装液放在了狸猫头顶，并用树叶为其遮挡住巢穴。胖虎虽然从狸猫身旁走过，却因为小多拉赐予狸猫的隐身效果，让他在大难中存活下来。正是小多拉拯救狸猫的初心，让这只不曾远离森林的狸猫渴望起爱情。可小多拉早已心有所属，而他的今生所爱此时却正在移情别恋。为了让小多拉遗忘掉这段不愉快的光波，梨子在河中捕了整整1天鱼，并将它默默放在了小多拉的门前。第2天又采摘了整个后山的蘑菇送给小多拉。可当他再次要为小多拉寻找水果时，却误闯神城家，险些丧命。可惜他所做之事并未被小多拉所知，而小多拉依然沉浸于对小咪的喜爱，但他却不知小咪所爱。仅仅因为一个小鱼干，小咪就再次离他而去。在小多拉最悲伤之际，梨子叼着偷来的水果前来，希望水果的甜可以让小多拉忘记心中的痛。他认为最好的事情便是陪伴在所爱之人身边。直到这时，小多拉才意识到这2天的礼物其实都是眼前的梨子所送。然而他却用最狠的话让梨子不要阴魂不散，更责备他用偷来的水果示好是低劣的行为。可梨子已将这份爱变成了依赖，即便被小多拉说教，他也不离不弃。可惜2人的关系让小咪产生了误解，于是小多拉不再如初貌那般完美无缺，认为彼此间是不同物种，无法互相了解，单方面的所爱只会自伤以及伤及他人。曾经的梨子不懂什么叫做心如绞痛，但经过这次感情伤痛的他已彻底明白。看着小多拉爱而不得的模样，梨子终于决定放手。他将自己幻化成狮子模样，让小咪意识到小黑只会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而在真正的危难关头，只有真正爱他的小多拉会舍弃生命挺身而出。梨子为了成全小多拉的爱情，被自己所爱之人打得体无完肤，而小多拉也与小咪破镜重圆。看着两猫诉说着对彼此的想念，梨子也终于释怀了。他将伪装液留在现场，便返回了森林。看到伪装液的小多拉，也明白了那个爱自己的梨子为自己的付出。爱一个人其实是一场付出与索取的交易，而梨子用自己赴汤蹈火的付出，终于换来了在小多拉漫长岁月中的一点记忆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混吃混喝不知进取的生活快乐似神仙，但好日子要到头了，因为村头的老娘们又开始唠家常了。俩老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天下第一渣，想让他们跟漫画说拜拜。没有漫画的童年是不完整的。看着小夫妈干劲儿满满，大雄想跟小夫组成临时同盟通风报信，可电话被老妈霸占。如果上门通风报信，自己可能要先跟漫画说拜拜。关键时刻，蓝胖子送上吹风机和台历，再拿出非生物催眠喇叭，你是电话，你是电话，就开始催眠。大雄拿起吹风机，按下日历上的数字，还真有电话的感觉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大雄震惊了。小夫此时还是个3废青年，听说2位老妈要把他们培养成3好青年，小夫不乐意了。继承家产他不香吗？给小夫通了风，大雄就得考虑自己了。可老妈即将杀到，大雄只能求助于蓝胖子。就在老妈开门的一瞬，蓝胖子对门进行了催眠，老妈只能无功而返。可小孩子还是太单纯了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老妈下得了厨房，上得了梯子。既然老妈冷酷无情无理取闹，蓝胖子就要六亲不认。被催眠成东京铁塔的梯子足足有300米，老妈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大雄2人带着财产趁机逃跑，可冤家路窄，眼看胖虎想把宝物占为己有，2人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，最终把宝物藏到了水泥管里。2人来到小夫家，小夫同样遇到了大问题，毕竟人家财大气粗，漫画都是论箱买的。听说小夫妈已经联系收废品的了，3人只能亲力亲为当起了搬运工。蓝胖子还被误伤成了蓝大脚，危险人物已进家门，大雄只能再次催眠，把纸箱变成了气球。小夫都惊呆了。小夫妈赶到房间时，家里仿佛被打了结。小夫溜纸箱溜得正嗨，就与纸箱上班摸鱼。蓝胖子只能再次催眠，
纸箱也只能再次被迫营业。俩老妈一会面，发现被孩子摆了一道，决定要跟孩子将战斗进行到底。听说大雄把漫画藏在了空地，小福觉得弱爆了。果不其然，空地已被小镇土皇帝占领，眼看宝藏要空手让人，大雄只能继续催眠，把棒球催眠成兔兔，这才把胖虎成功引走。三人齐心协力藏好宝物，可小孩子的心思，大人又怎能不懂？就算大雄三人装糊涂，老妈也只是一个眼神就知道了藏书地点。大雄三人慌了，既然老妈冷酷无情、无理取闹，小福就要六亲不认。水泥管成了蚯蚓，就自己动了起来。家庭主妇哪见过这等怪事？但老妈不是小学生，一个飞扑就抱住了赃物。大雄继续补刀，把水泥管变成了千里马，喊起来连老妈照样摔。岂料老妈又是一个飞扑，体验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快乐。看到大雄妈玩得这么嗨，小福妈果断选择加入，骑着水泥管奔向远方。骑水泥管上路，这可是无证驾驶啊！老妈们上一秒还惊恐万分，下一秒就成了套马的汉子，震惊了一群吃瓜群众。水泥管一路下坡，穿越森林，最终来到了河边。眼看要变水鬼，小福妈一声令下，水泥管竟腾空跃起，最终停在了河对面。大难不死，必有惊喜。眼看老妈要出手，小福只能使出终极奥义，漫画竟然飞了。看到孩子们为了漫画做到这一步，老妈也不忍心再丢弃漫画。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漫画飞去南方过冬了。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漫画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可能是动漫史上最浪漫的旅行，带上媳妇，牵上萌宠，去到一个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。这或许是大部分人一生都无法抵达的高度。这一切还要从小夫的日常炫富说起。富可敌国的他在太平洋中有个私人岛屿，每个夏天都要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可就因为大雄不会骑车，便没能蹭上这趟免费的船票。这种无形的霸凌虽然很残酷，可只有2个轮子的自行车明显对新手不友善。于是小多拉拿出水中自行车，可这并非不会摔倒的自行车，而是可以在水中畅通无阻的产品。因为水中自有浮力，即便毫无平衡感的大雄也不会轻易跌倒。而它还有一个更妙的地方，可以让人类跟鱼一样在水下呼吸。而就在这时，静香恰巧路过，为了可以在媳妇面前展现自己的学习能力，大雄想试着炫技，可惜事实变成了事实。而由于水中自行车在水中的速度要远远快过陆地上的速度，于是第2天3人决定走水路去参加小福的夏日趴。他们顺着河流一路骑到了水坝，而蓝胖子打起了烊。只见他在上坡处不断加速，接着一个跳跃，冲进了下方的大海。而大雄2人也争相模仿这种不科学的行为，甚至一度让海底作业者以为狸猫成精了。海豚作为海中最友善的动物，甚至会在大雄身后帮忙推车。可乌贼对大雄就没那么友善了，他们在海底发现了100年前的沉船，还跟鱼儿共同起舞。就在3人无限畅骑时，前方却出现了大陆架。就在大雄担心这样的死亡坡度会让自己挂在途中之时，远处却游来一条巨大的抹香鲸。在他一跃而过时，大雄注意到了他身上的伤口，而后3人追随着抹香鲸一同踏入了大陆架。可大雄的骑行技术简直离谱，完全不知道在下坡处减速的他，果不其然翻车了。可大雄并未摔成渣渣灰，因为水中的浮力保住了大雄的生命。而他们也在这里看到了海底电缆，也正是因为它，我们才能看到国外的转播节目。深海对于人类来说一直是未知的存在，而这里同样也生活着大量鱼类。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他们提供了食物，而一提到吃的，大雄的肚子就响了。也不知道深海鱼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，几人说吃就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头乌贼王悄然出现在了大雄身后。大雄膀胱一扫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3人骑车便开始夺命狂奔，可人类又怎能跑过原本就生活于海洋的生物？3人骑车跨越万米深沟，本以为可以拉开距离，可大雄却不幸被抓。关键时刻，小多拉还总爱掉链子。眼看大雄要成为晚餐肉，抹香鲸从远处飞奔而来，撞向乌贼王，救下了大雄。可抹香鲸也被乌贼王牢牢吸住，最后双双坠向了更深的海洋。他用生命救下了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少年。而后3人来到了目的地，靠着气球的浮力，3人再次回到了海面之上，恰巧出现在了刚到此处的虎父2人身边。大雄虽然靠着开挂的自行车在水中游刃有余，可如果到了陆地上，大雄就只能再次被打回原形了。虽然动漫中没有给出抹香鲸为何受伤，但不难想象，这些伤害应该来自于人类。在抹香鲸体内还有一种名贵的材料龙涎香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只希望人类可以不要为了一己私欲，再对这样友善的生物恶意捕杀了。